最近很多车友让我抽时间聊一聊赛克隆的 R1560，那么来了。赛克隆的 R1 系列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独立团队造出来的车，并且我觉得在国内这么多的英伦复古范的车中，它是最漂亮的，味道最纯正的。至少从线条轮廓方面，我几乎找不到任何的槽点，这就是一台非常好看的车。R1560的排量虽然更大，但是整车尺寸甚至比 R13 更短更紧凑。当然，一台复古车远观好看肯定是不够的，细节精致才是精髓。R1560的整体走线、接缝、做工相比之前的 R13 都有着明显的进步，无论是纯黑色的风挡还是透明油壶都显得更加的大气。仪表也做了弧形切边处理。排气方面，它摒弃了 R13 上面那对鱼雷双出的排气，换成了目前这样单边短排，尾端的处理还是挺考究的。漆水方面仍然是进步明显，和 R13 一脉相承的座椅造型，复古风浓郁。另外 R1560 外观上跟 R13 最大的区别就是将之前的后双腔避震换成了独立的中置减震，虽然少了些复古的味道，但是骑起来可是真的很香哦。虽然 R1560 的整备质量有204公斤，但是要知道的是，它的油箱可是有20升哦。再来说它的骑行三角， R1560 无论是坐起来还是骑起来都非常的舒服。就拿视频中的车友来讲，它的身高是172，体重70公斤。虽然 R1560 的座高是800，但是由于座椅前方明显做了收窄的设计，所以它的双脚几乎可以同时全脚掌落地。从动态上来讲，这不算是一个非常慵懒的骑行姿态，还是略带一些运动的属性。裸露在外的车把也做了磨砂处理，质感在线。要说静态表现， R1560 就是一个没有问题，相对自己有进步的整体表现，但是动态方面 R1560 可是比它的前辈们要好太多了。简单放个参数表，大家就可以自行对比一下。R1560 之所以那么引人关注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台诺顿560的发动机。之前有不少小伙伴说这台发动机是终身力想研发的 K500 的发动机，从变速箱造型来看确实很像，但实际上这是一台终身全新开发的发动机。毕竟有诺顿的技术，为什么不用呢？说到这里，我觉得同样一台发动机能让主机厂调出完全不同的调性和质感，这才叫本事。所以真的强烈推荐到店里去试骑一下，你就会发现这绝对不是简单的所谓扩缸，实际调教的水平是相当的到位。震动方面 R1560 带来的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，车子点火后你几乎可以用无震动来形容这台车的实际表现，怠速震动非常小，毫无疑问在这个级别是最好的表现了。随着转速的上升，这台车的震动也没有明显的变化，日常4000左右悠闲骑行，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一股油然而生的高级感和安定感。大约在4800转左右，震动才开始以渐进过程慢慢显现，直到大约8500转，这台车的震动抑制明显在同级别中属于上乘档次，不会给人廉价感和恐惧感。再往上9600转段油，震动会再上一个阶段，不过这类复古车基本上没有人会上来就拉断油吧。好啦，今天就大致讲到这里，视频已经超长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赶紧到店里去试驾吧。